大家好，我是曼達。在影片開始之前，想請您幫影片先按個讚。如果你看完影片覺得沒有收穫，那麼你再把讚收回。那麼我們開始今天的分享吧。好，我們今天看到這句查理·蒙格的名言：複利的第一條規則是絕不要非必要地中斷它。這句話聽起來很簡單，但其實藏着他投資智慧的核心。蒙格最關鍵的原則，說穿了，不是教你怎麼百戰百勝，而是教你怎麼避免一次就毀掉全局的災難性虧損。為什麼？因為一次大的虧損就是打斷複利這個魔法最快、最有效的方式。那我們就來看看歷史是怎麼教訓我們的。OK， 我們來回顧一下形塑蒙格投資哲學的幾次重大歷史危機。首先是1930年代的大蕭條，他親眼看到有多少家庭因為債務和過度的自信，一夕之間就破產了。再來，到了70年代的停滯性通膨，哇，那時候很多所謂聰明的投資人，也是因為借了太多錢，去追逐當時最流行的投資標的，結果賠得一塌糊塗。然後呢，就是大家可能比較熟悉的90年代末的網絡泡沫，他觀察到那種羨慕別人賺大錢的嫉妒心，還有那種大家一窩蜂跟着做的羊群效應，是怎麼樣把人們一步步帶向可以預見的毀滅。蒙格不只是在書上讀到這些故事哦，他是真的活過那個年代的人，所以有幾個教訓可以說是深深的刻在他的腦子裡了。第一，債務絕對是終極殺手。當經濟退潮的時候，它會讓你完全沒有喘息的機會。第二，活下來本身就是第一場勝利。那些用比較保守方法的人，他們不但活下來了，事後還能用超便宜的價格去買進優質資產。最後，他深刻體會到人的理性其實是非常脆弱的。你以為大家會從歷史學到教訓，速度比你想象的要慢太多了。所以你看，這些歷史事件揭示了一個很殘酷的真相：投資最大的威脅常常不是來自外面的市場，而是來自我們自己的內心。這些就是我們內在的敵人。蒙格就點出了幾個會讓投資人自我毀滅的心理陷阱。我們來看看最危險的幾個。第一個敵人，我想很多人都有，就是過度自信。你覺得自己懂得比實際上還多，然後就根據這個錯誤的認知去行動。你知道嗎？在投資裡最危險的一句話就是：這一次我不可能看錯。所以他一直強調你一定要待在自己的能力圈裡面，大方承認這個我不懂，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優勢。好，第二個敵人是嫉妒，蒙格直接稱它為最愚蠢的原罪。為什麼？因為嫉妒不只讓你很痛苦，還會驅使你為了追上別人，去冒一些超級愚蠢的風險。網絡泡沫就是一個再經典不過的例子了。當時多少人放棄了自己原本很穩健的策略，跑去模仿別人炒股，結果呢，就是一場災難。而畫面上這句話就是對付嫉妒最好的解藥。這世界上永遠會有人比你更快致富，所以呢，那又怎樣？這句話能讓你瞬間清醒，專注在自己的長期目標上。第三個敵人是追逐潮流，那種看到什麼股票很紅，哪一個產業很夯，或者聽到什麼小道消息，就忍不住想跳進去的衝動。我跟你說，這根本就是買高賣低的保證班。想當年網絡泡沫時期，蒙格和巴菲特因為堅持不碰科技股，看起來就像兩個跟不上時代的傻瓜。但當泡沫破掉的時候，他們的紀律就得到了巨大的回報。好，這就引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，要問問大家：如果今天有2種投資機會擺在你面前 ，A. 年化報酬率高達 40%， 但波動非常大，最慘的情況可能會讓你永久損失 99% 的本金 ；B. 年化報酬率 20%， 波動比較小，本金最多就是承受 50% 的暫時性虧損。你會選 A 還是 B 呢？在留言區留下你的答案，我們來看看大家的想法。在我們繼續往下之前，我想先問一下，
大家知道華倫巴菲特那2條最有名的投資原則嗎？沒錯，就是第一條，永遠不要虧錢；第二條，永遠不要忘記第一條。你剛剛對 A 和 B 的選擇，其實就完美的體現了你對這個原則的理解程度。好，那如果我們成功避開了那些心理陷阱，接下來該怎麼做呢？蒙格給了一個很清楚的思考框架，關鍵就在於你要像一個企業主那樣思考，而不是像個只關心下個季度財報的職業經理人。你看，企業主想的是未來20年的事，他關心的是每一塊錢能帶來多少回報，他願意為了更好的明天犧牲今天的短利。但經理人呢，他只關心下一季的財報好不好看，為了讓自己的股票選擇權能趕快變現，甚至不惜犧牲公司的長遠未來。這一點從他們投資時司糖果 See's Candies 這個案子就能得到最好的證明。蒙格當時就意識到一個重點，用合理的價格買下一家偉大的企業，遠比用便宜的價格買下一家爛公司要好太多了。這也代表了他們投資哲學的一個巨大轉變。他們從早期那種專門找那種雖然品質不怎麼樣，但價格超便宜的雪茄煙屁股公司，轉變了。蒙格終於體悟到，時間是偉大企業最好的朋友，但卻是平庸企業最可怕的敵人。而真正的大錢，不是來自頻繁的買賣，而是來自於等待。沒錯，蒙格一再強調，真正的財富累積不是靠你殺進殺出，而是靠你耐着性子把優質的資產緊緊抱住幾十年。這就需要終極的紀律了，一個簡單的生存計劃。最後，他把這一切的智慧濃縮成一套超級簡單但非常有力的生存法則。第一，避免債務。槓桿這東西，在市場好的時候，讓你覺得自己是股神；市場一不好，它就變成了自殺的工具。第二，避免戲劇化。那些不必要的複雜性、混亂，還有情緒化的決定，只會蒙蔽你的判斷力。記住，好的投資應該要像看油漆變乾一樣無聊。第三，避免與蠢人為伍，千萬不要跟能力不行或品格有問題的人合作，正直才是一切的基礎。你只要遵守這3條簡單的規則，就能大幅減少自己犯錯的機會。這樣一來，你的勝算自然就大大提高了。所以這就是蒙格的公式：紀律遠比才華更重要。成功的秘訣不是要你當個天才，而是要你持續的不去做蠢事，並且有足夠的紀律去忽略那些流行的話題，忽略自己內心最壞的衝動，也忽略旁邊的人在瞎起哄。所以講了這麼多，最關鍵的一點是什麼？就是建立和守住財富，靠的從來不是什麼神奇的公式，而是一種先生存下來再說的心態。這也讓我們來到最後一個要問大家的問題：你現在是把你的財務生活建立在生存的基礎上，還是建立在運氣之上呢？蒙格最後的警告就是，市場是一個非常殘酷的地方，它最終一定會懲罰那些只靠運氣和自大的人。只有生存才是唯一能夠讓你走到最後的策略。如果你在我們分享的投資理財知識中有收穫，請訂閱、分享，並且開啟小鈴鐺，這樣你就不會錯過我們分享的寶貴知識與內容嘍。未完待續，我們下期見。